这几年呢，拍了很多男人戏，其实也一直在渴望能够拍一部表现女性的，也就是为我们自己拍一部戏。梦华录是一个很丰富多彩的女性的题材，活色生香，美艳生动，但是这个生动是建立在一个生活的真实感的基础上，是一个非常有烟火气的市井戏。我们讲述的这个年代呢，它是一个继大雅于一朝的一个朝代，到开封府、无锡啊，还有就是江南一带的水乡古镇做了很多的考察和采风，慢慢的去找这部片子的调性。我希望我们的景不要太堆砌，让演员穿好了服装，站在那个景里，他们浑然一体，成为一幅画面。我在这里面看到了很多关于北漂的故事。这个东京如果不是靠自己本事留下来的，还不如回去。用古装去表现现代生活，所以呢，要把这两方面的去做一个很好的结合，这个是与我以往的创作是不同的。我印象比较深的一段戏是，他们3个人被欧阳旭驱逐出了东京。顾千帆看到这3个女人怎么这么落魄的样子，盼儿还特别要强的假装没有事儿，说没事儿。其实3个女人心里面都有很多的委屈。这段戏我拍的时候真的是挺感动的。我觉得我们女人很多时候是这样的。我也特别希望能够带给我们的观众一个共情点，在自己想要放弃的时候坚强地站起来，永远不会向恶劣的命运去低头。斗茶每次读到这一段的时候，心力交瘁的感觉就特别的复杂，所有的细节感觉像是一团乱麻。换怎么能够用比较丰富的场面调度去完成这些台词的演绎？站在那个现场，就强迫自己好像入定一样，要把它理清楚。我来。杨洋导演作为一个非常杰出的女性导演，她在现场教我们调戏的时候，是有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感觉的，非常的舒服。我觉得杨洋导演很专业，也很有才华。在开的时候是一个宋永章的 POV， 有一个拿出来对着就他们3个人疯的。演员在演的时候，他都有自己的想法和处理的，但是这些看似不经意的点，导演都很敏锐地帮我们记录下来。这样显得更对，站起来。杨洋导演真的是天才型的导演。我这次不一定说镜头切得特别快，使劲儿很容易，但是要把很使劲的事情做得看似毫不费力，我觉得就是一个大师。我们所有人的目标就是奔着一个好字去。梦华录，好。